他为何无端入我梦中，惹我倾心？又为何会如此巧合，在此地出现？他出现的实在蹊跷，我不能因为那梦就疏于提防。你哭什么？人间别久不成悲，乍相逢怎悲？你认识我？我当然认识你了。我们见过。这一世初见。这一世。映山河浩荡，碎裂眼前。几时流光手来锦绣万千。那你缘何出现在姑的面前？为了来见你啊！你模样没变，不过这清澈的眼神，柔和的线条，还有嫩得快掐出水的脸蛋，这就是传说中19岁的弟弟吗？你都在说些什么混话？你可知姑是谁？你是司马娇，是这护国的小皇帝。那你可听说过姑杀人如麻？姑并非怜香惜玉之人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你怎么变得这么可爱啊！终于见到你了。身体倒是无碍了，但还真是一点灵力都没有。还是从前那个模样，却又看起来如此不同。如今这脸上，倒是有了点人的血色，不像从前那般苍白了。想必这一世你在这里做个凡人，会安稳许多吧。这人间的东西这么好吃吗？人间？你想说你不是人啊？你可以把我理解成仙女。你以为凭这种说辞就能引诱姑了？以你现在的水平，不相信很正常。不过有件事我挺好奇的。何事？要怎么引诱你才会上钩呢？大胆！我知道，照你的性格，定是怀疑我有所图谋。不过你现在没了真言之事，我只好慢慢让你相信我了。好啊，那从今往后，你便是姑的燕夫人了。年轻真好，说这种混账话，我看到你这张嫩脸都不会生气。又梦见他了。
臣妾参见陛下。夫人的伤口如何了？太医给臣妾看过了，没有大碍。这回为何不像上次那般，伤口快速愈合？仙女也不是万能的嘛。但凡志怪里的仙女，爱的都是芸芸众生，但你却如此专注于孤，专注于一人。你到底是谁？居心何在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师祖，放开我！师祖，您看看，我把谁带过来了？司马乔。城市天空，让爱背负淡忘，老生触目的真相，无力抵抗，离别从南方，切断了他怎么哭了？命运篇章怎么越绕越长？无法轻易被抵挡，赢过一场一趟三生的对望。我相信每一世哀伤，我们经历的沧桑，任凭谁正义损伤，缝合了爱意的形状。他怎么回事？我们不是仇人吗？这感觉……这么紧要的时刻，我怎么会犯苦啊？这什么情况？倒是个送上门的好机会。完了。这下司马教非得把我挫骨扬灰。你这些年都跟谁在一起？一个叫石千缕的老头，我管他叫爹。石千缕，你叫石千缕爹，他都对你做了什么？给我洗髓，教我杀人。你为什么不回到我身边？
我与你是仇敌，为什么来你身边送死？这厮怎么还有真化 buff 这种技能？你竟然什么都不记得了，指定是石千里的手笔。告诉我他在哪里。你休想逼我出卖他！你听好了，你叫廖廷彦，你是我的道侣，和那个姓石的半点关系都没有。石千里想让你叫他爹，他配吗？他只不过是想利用你来对付我，你明白吗？道侣，你确定不是仇敌吗？对不起，方才是我太心急了，我不会再逼问你。他为何对我这般温柔？无妨，以后我们还有很多时间。情况有点不对劲，我得先观察观察。哪儿呢？哪儿呢？你这个野娘们儿，竟把老子的兄弟给杀了，还对师祖动手动脚！我杀了你！把杀人者交出来！这是我们智魂氏的家事。千年之前，是我们知魂氏建立了这个东城。虽然这城现在是您的地盘，但是死者是我们的族人，就是我们的家事，所以杀我族人者应该交由我们知魂氏来处置。交出来！交出来！交出来！那就不巧了，此事也正好是本城主的家事，不然就按照你们魔域的规矩来，谁厉害听谁的，如何？你杀过人了？杀了又如何？若不是你卑鄙偷袭，就凭你结英的修为，不可能杀得了我兄弟。竟从炼虚退回了结英，难道是那时伤到了？是祖师娘们！他是不是太维护我这个仇敌了？你为何事杀人？我的好姐妹惨死在那两人手中，我要为她报仇。我曾经逼你杀过一回人，你又哭又做噩梦，怎么如今被石千里迫害成这个样子？这个世道，不杀人怎么活？我答应过你，以后不会再逼你杀人，也不需要你再杀人。我绝不食言。今日之事，我会为你处置外面那些闹事的人，不用你动手。冤有头债有主，那两个泼皮已经死了，但他们的族人是无辜的。可我能感受到你内心的愤恨，还并未消散。如果你只是想杀了那两个已经死了的人泄愤，
我可以将他们复活，让他们再死一回。如果你能复活他们，是不是也能复活红罗？如果你想，便可以。不过你这朋友已经没有了肉身，我只能用祭魂脱生之术，让他重新出生。重新出生，那就不是复活，是投胎转世。不一样，祭魂脱生之术能让你尽快看到他，并且在他出生之后，能够拥有从前的记忆与感情。之前的死亡，就如同一场梦一样。太好了，我能见到红罗了。这红罗对你而言如此重要吗？嗯，他是我在魔域最好的朋友，是这些年来唯一真心待我的人。谢谢你。我也曾真心待你。不记得没关系，你还在就行。城主，这师祖怎么还向着一个来历不明的外人？什么外人？他不是外人，他是我的好朋友，更是师祖娘娘。师祖娘娘？拜见师祖。请师祖将杀我族人者交由我们知魂室来处置。那知魂室闹出的人命，又该算到谁头上？师祖没有找你们算账，已经非常仁慈，还不快走！去把石千里抓回来。石千里，他又做了什么？要活的，不能让他轻易死了。是。师祖。别看了，走。你为何跟来？师祖，是不是庭燕不小心弄伤了您？您的手，我还是叫白竹过来为您包扎一下吧。不必。包扎了又有何用？师祖，自从您融合了2簇灵火之后，功法至强，但反噬也越来越大，伤口更不易愈合了。你少废话。我要行祭魂脱生之术，你在旁为我护法。师祖，这样对您的损耗太大了。您前不久还取了护心骨，为庭燕制作了防御镯啊。我自有分寸。好。弟子为您护法。
我欲比先父还要凶险。我为你的神识设下了防护结界。哦，不过这感觉怎么似曾相识啊？自然，当时你中了魔毒，喝了我的血，又吃了血凝花，屠尽化神。我之前偶然进了我的灵府，发现里面有你的血凝花。为什么？你慌了。你知道这代表什么？我没有。你忘了，在你情绪激动的时候，我偶尔能听见你心里在想什么。你现在正在告诉自己，稳住，不要慌。或许你能感受到，就算是你在疏远我、憎恶我的时候，也会下意识地亲近我、依赖我。因为你的灵符里还开着属于我的花。我们之前是怎么相处的？就是这样。就哪样？就是你想的那样。我什么也没想。我们已经，过了吗？什么？你明白的。我不明白。你进入过我的灵府吗？经常。怎么回事？脑子里竟然有画面了。不行，不能乱想。他好像能听到我的心声。可是我以前的记忆一点都没了。其实你有的是办法帮我恢复记忆，对吗？嗯。那你为什么不那样做呢？那样不是能更快地达到你想要的结果吗？的确。当羡慕已女散了明辨，多少灵魂遁入云荒野。风一脉里，如果我一直想不起来呢？不见天明，偏与你缠绵。无妨，最爱万丈，我们有的是时间，游荡于滂沱天地间，可以重新开始。风月最远，弹指间爱可以幻变，最爱无缘，惹过了一生时光，就算这一世万劫不复，也仍要和你纠缠，冷静。生生世世不换。最爱